等我电脑忘了退出，我没管，正带着全宿舍看剧，结果男友突然给我闺蜜发消息，想你，我们宿舍剧都不看了，就这样看，两人有来有回半小时。室友说我先别气，他们一定整死渣男渣女。那一瞬间，我顿时不气了，反而有些心疼，毕竟我宿舍4人，除了我全员恶人。升入大3之后，我们的主课开始变少，今天下午还有一节课被临时取消，所以我们宿舍4人就打算一起窝着看电视剧。虽然大家都不缺一份会员钱，但是我们大家的关系非常好，为了看电影还专门买了一个贵价的幕布，一起看电影。等待电影开场的时间，我们准备好了各种零食饮料，身旁手机还不断发出响声。舍友孙又一熟悉的拿过我的手机，按了静音。小何，你男朋友是半个小时不见你就开始查岗，小学生也没看粘人啊！我害羞的笑笑。刚刚发信息的是我男朋友顾之阳，自从大1在社团活动相互认识后，他就不停的追我。后来社团虽然解散了，但是我们两个却依旧在一起。顾之阳是个典型的粘人小奶狗，不仅喜欢不间断的查岗，还一直暗戳戳的因为我和舍友的关系不好而吃醋。用另外一个舍友朱宁的话来说，就像是不断标记自己领地的狗一样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电脑、手机、上课，只要是能够跟着我的，顾之阳总是跟在身后。为此，我闺蜜林婉堂经常调侃她没有自主意识。我看你们就算结婚10几年，她这习惯都不会改。我低头默认，朱宁则轻哼一声，窝在我的肩膀上调整姿势。反正我告诉你，只要他敢欺负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我提醒他们，电影快要开场了，一阵不和谐的消息声却不断的响起。周文英从外面快速跑进来提醒，快，手机静音，我们的美好下午开始了。我表示自己的手机已经静音，剩下的几个舍友也都表示早就把手机静音。我意识到是电脑在出声，我想起昨天顾之阳确实借了我的电脑，跳下床准备去关微信，但下一秒跳出信息却让我身体一僵，上面显示的名字是林小棠，这说明顾之阳正在和他聊天。两人经常聊天，这点我知道。林小棠说自己从小被当男孩子养，所以尤其喜欢和男生聊关于篮球之类的话题。我也从来没有介意过他联系顾之阳，甚至觉得他们两个的关系能处好真的很不容易。真正让我心寒的是跳出来的信息，想你，今天去找你。沈穗和要是来找你麻烦，我可不管你，我是她闺蜜，肯定没事。你要是被发现了，可就完蛋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反正我也不是很喜欢，3年了，早就腻了。那你还一天到晚给他发信息，就不怕我吃醋？少贫嘴。B107，等你。剩下的都是一些风流脏话，直到半个小时后，对话彻底平息。我才沉默地往上翻，发现除了今天的信息，前面的都已经删除了，这不符合常理。如果他不心虚，没必要把和林小棠的聊天记录全部删除，除非他们之间这种对话已经多到让他一条一条删除都嫌烦的程度。而根据他们之间的对话，他们这样阳奉阴违的时间肯定有一段时间了。直到朱宁将抽纸递给我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是泪流满面。几个人将我围住，各自给了我一个拥抱，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：别怕，老娘给你报仇，整不死他的。声音过于整齐，让我在这不合时宜的点还是笑了出来。收拾完心情，我看着3个人凑在一起商量着怎么收拾这对渣男贱女，突然觉得他们有些可怜，因为我宿舍4人，除了我，剩下的一个比一个狠，全员恶人。顾之阳和我谈恋爱是实打实的高攀，我家世世代代经营黄金生意，家族资产遍布全球，但我们家从爷爷一代就非常低调，多半在上学的时候都不会要求特殊待遇。按爸爸的话讲，只有将我们这些孩子放出去，才能让我们体会到社会的残酷和市场风向。跟我在同一阶级的同龄人，大部分从小学期就在外求学，所以在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以为我家里只是一个中产家庭。除了朱宁比我们大整整3岁，不仅是21岁才开始上大学，更因为之前因为家庭暴力差点被丈夫打死。她是我们家资助的家庭之一，她不堪丈夫的暴力，选择在她熟睡时剪了她的命根子。她丈夫想要把她告上法庭，但是在我家的帮助下，不仅没有成功，反而被反将一军。她被判了5年零4个月的刑期。朱宁出院那天，跪在我的脚边不断道谢，并迅速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到高中复读，并于1年后顺利考入这所高校。和我住在同一个宿舍，她的很近，我是见识过的。惹到她就是正儿八经的踢到了一块铁板，不仅不认输，还会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一点让你疼得跳脚。周文英和孙又一也都因为各自的原因曾遭受过校园霸凌，所以我们宿舍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的好。我谈恋爱期间，他们帮我出谋划策以及打扮，现在一腔怒火都对齐了顾之阳。想到有这么一群朋友为我鸣不平，我也顿时没有那么难过了。朱宁握住我的手，你别气，世界男人千万，这个不乖就教训一顿再找一个。我笑着擦掉眼角的眼泪，看着他们的眼神带着些坚定，那是当然。不过在结束之前，我要他付出应有的代价，不仅仅是道歉这么简单，我要送给他一份终生难忘的教训。过了2个小时，电脑上的微信猛地断联，没过几秒，顾之阳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穗禾，我今天打工超累的，我真的是太穷了，这个星期可能要吃土了。又是这样的招数，每次没钱，顾之阳就在打电话的时候故意跟我诉苦。我之前心软，好几次都在私下里偷偷转钱给他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和林小棠滚床单期间，我已经用他的微信查了近几个月的花费，按摩、打球、球鞋、口红、鲜花、开放费用，每一个对学生来说都价值不菲。但可惜的是，里面的女性用品没有一项是给我的。他最喜欢的就是给我送手工饰品，他每次都声称是自己通宵做的。我心疼，然后就会给他打钱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手很笨，没有等价值心意的礼物就送钱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遵循家规我赚的并不算多。现在看，当时我最应该做的就是把脑袋里的水银到卫生间倒掉。他的心意根本一文不值，我付出的却是真金白银。顾之阳还在电话里跟我说着情话，孙又一在旁边的白眼都快翻得上天，上一秒还在跟别人上床，下一秒就来试探我和卖惨，我就看起来这么贱。小何，你刚刚有在看电脑吗？我昨天用你电脑的时候好像忘了传一个资料，我手点的鼠标没有。我们今天出去逛街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把电脑从包里拿出来，听出顾之阳松了一口气，我话锋一转，对了，你今天去见了林小棠吗？电话的声音停顿了几秒，顾之阳罕见的结巴，没有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会看见他？你在哪看见他的？我故作不在意，没有，就是今天他说他不舒服，但是我朋友说在一条街上看见他了。你今天不是也和舍友出去了？我就问问，顾之阳没有丝毫犹豫，没有，不是，我是说我怎么可能会看到他？
随后想要转移话题。对了，小何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手里有没有多余的生活费？我兼职的钱暂时还没到。没等他说完，我突然打断，生活费？我刚想让你转几千块给我呢，我这个月花超了，怕我爸说我们这算不算是心有灵犀？谈到钱，顾之阳不吱声了，过了会儿才解释自己兼职的钱还没发，要等2天。我挂断了电话，在手机打字，那就几天后见吧。谢谢你，之阳。我面无表情熄屏了手机，看着旁边正在查资料的孙佑一，露出一个笑容，实在是不知好歹。佑一，就请你帮我个忙吧，蚊子腿也是肉，他欠我的，我要他全吐出来。林小棠也许是收到了顾之阳的信息，着急忙慌的从校外赶了回来，身上还背着出去逛街的包。周英不客气的在旁边转了转，哎呦，林小棠，你不是说看着我们背包太女生气，从来不背的吗？怎么今天改性子还背个包？林小棠心虚的把包往后藏了藏，还没开口，周文英就一个箭步窜了过去，直接拽着包左看右看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和穗禾真是有缘，他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，这可不便宜呢。我抬起眼看过去，林小棠将包拽了回去，扔回了我桌上。我借的穗禾的不行啊。我歪了歪头，无辜问道，什么时候？你有给我发信息吗？林小棠推了我肩膀一下，恼羞嗔怒道，我们两个好的同穿同一条裤子，借你个包又不是不还，有必要说吗？孙佑一此时敷着面膜走进宿舍，此话差矣，我们都是学金融的，我们课上可是教过，超过3000就能构成特大金额偷窃了，可以判刑的，所以该说的一定要说。说完上下打量了林小棠一眼，不过幸好你就是借，跟你说的一样，你真的不适合这种包，看着特别的格格不入。林小棠拉下脸，无话可说，转头走人。孙佑一跟着在后面啐了一口，什么好的同穿一条裤子，这都爬上别人对象的床了，不知廉耻的东西，不问自取，视为偷的规矩都不懂，还在这里装好人，我呸！很快孙佑一的手段我就见识到了，他家里是专门经营珠宝生意的，家庭情况不错，手里有些小钱，正好借着自己学习的金融知识炒股，一段时间下来也小赚一笔。林小棠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当他开始缠着孙佑一问股票的问题时，我知道这条偷腥的鱼上钩了。顾之阳身上没钱，而我不仅不给，反而跟他讨要，在这之前我从没向他伸过手，所以这次他摸不准我会不会因为他不给我钱而分手。他是喜欢偷腥不错，但他也不想和我分手，毕竟他同时也喜欢我的钱，所以跟之前一直给钱的林小棠暂时伸手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林小棠在外借着我的事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千金小姐，但内里就和她本人一样的空虚。她也没钱，于是就想着跟孙佑一要点股票的信息。晚上孙佑一坐在床下，看着他眼下一片绿，我不禁感叹，你这可算是花了大价钱了。孙佑一抬起脸，娇俏的小脸上满是得意。切，收拾这种人最狠的方式就是让他宝贝的存款跟他说再见。你说他骗了你多少？3万。孙佑一点点头，差不多，保准到明天晚上他亏的只会比这还多。至于我的钱，我重新操作下，不出1个星期保证赚回来。顾之阳想空手套白狼，又怎么会想到不懂股市的人贸然进去被套住的只会是自己？再加上消息是林小棠给的，我们的责任可以直截了当的甩在他身上，这中间的损失差不多可以掏空顾之阳的小金库，加上他平时大手大脚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真的只能喝西北风了。第二天林小棠怒气冲冲找到孙佑一时，他同样用的是这个借口，股市无绝对，买定离手，盈亏自负。林小棠吃了个闷亏，只能无能的接受顾之阳的怒火，而他也只能看着顾之阳像哈巴狗一样跟着我，祈求能从我这里获得一些补贴。对他爱搭不理，我却可以将他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正应了那句话，你千盼万盼的美好不过是别人最不值一提的普通生活。林小棠除了上课也跟我疏远了很多，多数时间都在找顾之阳，跟他混在一起。我之所以知道，是因为他们在去图书馆的途中出现在另一个女孩的照片中，有一个匿名的男生声称在找这个女生，对她一见钟情，而照片的背景正是挽着手的林小棠和顾之阳，他们被顶上热门又被紧紧撤下来。孙佑一回来就扒着我的凳子将我抱在怀里，500块一张照片就能赚到这个守财奴的500，看来他确实觉得林小棠很不上台面，你都不给钱了还不肯跟他在一起。我轻笑一声，将手中的水果塞了一块给他，我长得大方又漂亮，顾之阳因为有我这个女朋友，在学生会做事时的权利都无形中变大，傻子也知道分手是不划算的。再说临近毕业，这么斤斤计较，一个人又怎么会放弃从我身上榨干最后一丝价值的机会呢？要是赌对了，一个有实力的岳家可比一个外虚内空的林小棠好太多太多。我敢肯定，即使我现在当面和他分手，顾之阳也只会跪下求我再考虑考虑。林小棠晚上春风满面的和我们擦肩而过，极好的心情让他停下脚步和我们分享他的好消息。今天又一家公司联系我去试试那边的模特工作，成功应聘的话我就不用去参加校招会了，每个月都会赚得盆满钵满。朱宁即是泼冷水，模特这行就是青春饭，赚不赚钱也是市场说了算。林小棠不着痕迹地瞪了他一眼，有些人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跟你们好心分享，就算你们工作不好找也不用这么嫉妒别人吧。说完就扭头走了。我好奇地转头看朱宁，今天他的战斗力颇为一般。朱宁嘴角罕见地挂了一丝笑，手指沿着我的腰部向上插进我的头发，又缓慢理顺。我说过我会用我的办法帮你报复所有欺负你的人，有工作算什么本事，能顺利入职才算本事。当晚就在即将熄灯时，林小棠的寝室忽然传来一声尖叫，林小棠疯了一样的跑过来拍着门，你这个贱人，给我开门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，给我滚出来。凄厉的尖叫声引得不少人走出宿舍，甚至看到眼前的景象时还有空拍照。林小棠气得青筋暴起，对着探出头的女生怒吼，关你们屁事，给我滚进去。当我打开房门看到林小棠，即使内心有所准备，还是被吓了一跳。面前的林小棠十分滑稽，一边的头发炸得跟杂草一般，另外一边则掉得差不多了，头发的顶点肉眼可见的出现了斑秃，要是脸上再多点皱纹都能去眼球千尺。另外她的眉毛也所剩无几，随着水滴滴下，富含刺激的化学品药水滴到了她的眼睛里，让眼睛变得猩红。她一把将我推开，就冲进了寝室，要求朱宁滚下来，是你把洗发水换成了脱毛膏掺水，你害得我明天的面试都去不了，我要报警抓你。朱宁从床上翻起来，胸有成竹的把手上的专业书卷起来放在床上，报警抓我？请问你以什么理由报警抓我？你故意在洗发水里放脱毛膏，你就是要陷害我。先不说放什么在我自己的洗发水里是我自己的自由，我且问你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故意去整你？你偷拿我的东西在前，我难道有忍受你的必要？就算你今天到阎王老子那里去告状，也是我有理。说完拿起手机给林小棠拍了一张照片，闪光灯的刺眼光芒刺得林小棠又一声尖叫，你敢拍照，我要告你。
尽管去，我只是告诉大家伙，今天有个疯子进宿舍，让大家小心点。我在背后对着朱宁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。原来没有素质真的会让人快乐。对于林小棠，只能说倒霉的事情后面是更倒霉的事情。在被脱毛膏被迫脱光了脑袋上的头发后，他只能戴着一顶假发上课。据浅显传闻，顾之阳因为觉得恶心，也不肯跟他去开房。虽然我打心底觉得顾之阳是因为太穷了没钱开房，顾之阳找过很多次，都被我拿期末考试复习的借口拒绝了。现在看他只会让我恶心反胃。大三的专业课是拿学位的最后一道关卡。不巧的是，林小棠没有复习，现在只能一边拿着小抄疯狂记笔记，一边试图找老师说情。好工作已经打了水漂，学位现在不能也一起消失，他承担不起这个后果。专业课枯燥且乏味，里面的知识不是单靠翻书就能理解的。于是林小棠选择了一个最笨的办法。他趁老师去吃饭的功夫，溜到办公室查看了考试用的教室名称，并且撬开了里面的锁溜进去，在课桌上打小抄。周文英激动地抱着我手和我诉说时，我还只以为他想要揭穿林小棠作弊。周文英摸了摸下巴，打个响指。姐最擅长的是什么知道吗？一箭双雕。佑一和朱宁出手都这么干净利索，我当然也不能差。正想睡觉就来了枕头，看我这次不给他们来个大的。